box one mom pack for us 。一袋非常非常重的自给自足的加油。Google Map 我觉得好用，然后那个 Via Michelin 也是好用。哦，对，这次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就是米其林的 planner。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在台湾跟在这边蛮不一样的是，这里的休息站就是一个 petrol station basically。对。然后在台湾的话，我们的休息站呢，你有去过吗？去过，就是都会有很像一个 exit， 然后绕一圈，然后在一个很大的，对，一个很大的区域，然后停车场很大。但在这里的话，就是在路边就可以看得到是加油站。欧洲没有很多很大的休息站，然后在意大利有大一点。意大利有，对，大一点，大一点，对。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像我们刚刚在 Croatia， 它是按照 how far you go and then how much you pay， right？ 对。然后现在在 Slovenia我们买一个礼拜的 pass， 然后是15欧元。但是等一下进意大利之后，它也是按 how far you go。对，是一样。每个地方不一样。然后如果其实你往瑞士，如果往上开走匈牙利跟奥地利，他们的 toll fee 也是 pass， 对不对？对，匈牙利也是一样的，跟 Slovenia 那个 e-pass 15天，然后1个月。哦，也是按期间算的。对。然后匈牙利应该没有1个礼拜，有2个礼拜，10天。Austria 不一样，Austria 是这个，你放在那个这里面，他们也有15天、1个月、6个月、1年，然后应该是一起这个。你租车的时候他就帮你贴了，一起对，一起买的，对，一起买的是30欧。OK。30欧是匈牙利，然后 Austria。Feeling fine, 'cause you said this is all you want. No more playing on all this. Waiting, I'll call you mine. I know you feel the same as I do. No more playing, wishing, waiting. I was taking, baby. 这里的麦当劳 background 是绿色的。耶！我们在意大利又休息一下，然后买了咖啡。对，拉瓦萨。Sunday。好啦，那我继续咯。赶路，还要7个小时左右。人工树林排得好整齐哦。要进米兰就车变很多了。威尼斯之后到这一段几乎都是下雨的，所以就中间没有拍。Introdurre il denaro o la tessera. How to pass this? Where to go? 都是车，停着都不动。Google Map 上面说要20分钟。我想吃这个，Paprika Chips， 是的，没可以。它有点 cheese 的味道，跟那个瑞士的 Paprika Chips 又不一样。外面塞车完全不会动，不知道多久才会结束。现在已经5点了，
300公里好远啊！1公里都动不了，只能吃饱睡，睡饱吃，吃饱睡，睡饱吃。而且你看，给你们看哦，意大利人开车没有在客气的，这样直接插进来，他没有在管你的。哦，没有办法，赢不了他。你闻到哦，那有烟 ，smoke。哪里啊 There, someone burning. You see on the top of the car roof. One eternity later. 这也没有啊，大家开始不耐烦了。哇！So Italians are driving more crazier. They're crashing their cars. 我觉得在意大利开车有一种在亚洲的感觉，就大家都没有什么刚刚说的超车道，就是哪一道快他们就开哪一道，所以有可能从你右边超车，有可能从你左边超车，就蛮疯狂的。而且他们变换车道很长都不打方向灯，所以就蛮紧张的。其实。现在正前方这个在云后面的山就是策马特拉，然后呢白朗峰夏布尼在这座山的后面。Look at the shape of that mountain, it's so crazy. 仙境我买了一个这个奶油卷，好好吃啊！意大利随便买都好吃哎。山里面的很小的一个休息站，然后很像那种特产店，超棒的。剩下不到200公里了，加油！待会见。我们现在在通过边境了，在隧道里面啦。那这个白山隧道又称为白朗峰隧道，是连接法国和意大利两边的一个跨境隧道。它位于阿尔卑斯山的白朗峰附近，从意大利的库马约尔连接到法国的夏慕尼，全长11.6公里。这条隧道1965年就通车了，至今有58年的历史。但是在1999年，曾经发生过一个很大的事故，一台货车在隧道内起火，造成了隧道闷烧53个小时。在这场事故之后，隧道关闭3年，进行重建并强化隧道的安全设备。所以现在要通过白朗峰隧道的时候，都会有很严格的交通规则需要遵守。机听到这个隧道里面的广播。然后最低要开50，最高才开70。然后呢，150公尺是最小距离要保持的。然后旁边有这个蓝点。然后像我们这样弯位是48.8。48.8。对，就弯位。所以蛮贵的，但是可以省至少1个小时。2个小时。沿着日内瓦湖慢慢开那个乡间小路的话，那可能就要多1到2个小时的时间，因为时速比较慢。然后像从这里法国边境过的话，就等于是切直线，所以到日内瓦会快一点。Welcome to Geneva. Now we're in Switzerland. After 9 years. 好啦，那谢谢大家跟我们一起看影片看到现在。那最后呢，我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我从大家最关心的总花费开始。这次呢，我们就是开车不含租车，就是过路费加油费的部分，交通来回是558.7欧。
那其中呢，我的来回的油费是282.6，去程的过路费是155，回程121.1。这个部分呢，我觉得跟那个 Via Michelin 预估的价格蛮接近的，因为单趟除以2的话就是279.35。那在 Via Michelin 上面，它的预估的总价格是263，所以我觉得差不多蛮接近的。所以实测下来，我觉得如果还没看过上一集的人，可以回去看。就是我觉得这个网站预估出来的，不管是过路费也是几乎是一模一样，油费也很接近，所以我觉得可以用。但是过路费的部分有来回不太一样，是因为有点小失误，这个后面我会再跟大家分享。然后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次自驾游的一个心得。我觉得基本上在欧洲开车的难度不大，因为它的路其实蛮简单，然后交通上面我觉得也不到很困难，因为开车的方向跟台湾是一样的，而且路上大家都还算蛮守规则，除了在意大利之外。对，这趟就是除了在意大利的部分比较刺激，其他我觉得就很好开。我觉得好处就是时间上会比较自由，而且如果本来就要计划自驾游的人，我觉得 CP 值蛮高的，因为可以比较弹性的去安排你的时间，或是根据天气啊，或是根据你的心情，就可以选择你要出发的时间，或是想多停留的时间。这样子的话，就不会因为要赶火车或公共交通而你的时间就被绑住了。那像我们这次也去了一些比较难到达的景点，就是可能公共交通或是火车、巴士没有这么容易到达的地方，就可以去看，然后又很漂亮。那我们回程的时候，因为走白山隧道嘛，经过Mont Blanc的山下，就是夏慕尼，也顺便看到了，就等于是走到赚到。所以我觉得，如果本来就是计划要自驾游的人，是一个很不错，而且 CP 值蛮高的选择。坏处的话呢，我觉得最大的坏处应该就是累。如果考虑要自驾游的话，我会建议就是如果有2个人以上可以一起开车，那可能会轻松一点。那虽然我有国际驾照，但杜先生比较习惯自己开，而且加上我们又赶路，就是一天要开1300多公里，所以真的是超级累。那当然也是安全的考量，如果我觉得有时间的话，或是有伙伴可以一起开车是最棒的。那成本的话呢，大家也看到，就是来回其实500多欧。在机票便宜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不是最便宜的选择。但如果是你们在旅行有2个人以上，我觉得可能就会越划算。所以这个就是大概我觉得比较大的心得，就是这次这趟旅程下来，好处就是自由，但是缺点就是累跟花费可能就是人要多一点才会比较划算。然后最后呢，再给大家一些 bonus tips， 就是我们刚刚在讲那个过路费的时候，我们不是有点小失误吗？是为什么？就是第一个是，如果你在准备自驾旅行以后有机会要走这个白山隧道的时候呢，要看清楚，因为我们那时候去没有注意到，我们就想说先买单程票就好了，结果我们没想到价格差超多。就是我们这次单程票是48.8欧，但是其实来回只要60.8欧，也就是说我们来回都花了48.8欧。那这个的话，就是大家如果有经过这种跨国的隧道，或是比较过路费比较高的隧道的时候呢，可能先上网查清楚，可以省很多钱。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在意大利，我也不知道它有没有一个起始的价格因为反正我们就是中途要找那个休息站，然后因为它都是加油站嘛，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有个加油站，然后下去，然后再上来的时候就又花了很多钱，就是一定要找在高速公路上面的加油站，不要出 AZ 再进来，因为我们那时候快到Mont Blanc之前的已经是山区了，本来那里过路费就比较贵，然后我们很急着要去洗手间，所以就下去了加油道，再上来，光上来就20多欧，所以最后在那个总花费的时候也有点差别，就是一些小小的 bonus tips 啊。那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比如说租车要注意的事情啊，或是有什么在高速公路开车长途旅行、跨国旅行有
问题的话都欢迎留言。然后如果你们很想看，我们就再拍一集比较详细的准备片。那这就是今天的影片啦，谢谢大家跟我们一起看到现在咯。好，记得点赞、订阅、分享。好，那就这样咯，下期见，拜。